曾经在上海有一个地方，隐身在普通的写字楼里，却拥有着奢靡般的豪华装修，是富婆女性们的天上人间，也是男模们的捞金池。然而却因一次庆生宴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此地便是人称百鸭会馆的上海白马会所。那么，白马会所为何一夜之间轰然倒下的呢？这还得从那次庆生宴说起。2019年的一天晚上，正值男模梁某28岁生日，在白马会所里，一位金主富婆王某为他准备了28份生日礼物，每年一件礼物，标注了年龄，更是令人咂舌，大到一辆奥迪车，小到一件玩具。纪梵希、普拉达这样的顶级品牌更是摆满桌子。更有新意的是，王某还送来28万现金和一个纯金的马克杯，一杯子意味着一辈子，明晃晃地表达着深情爱意。然而，就在男模梁某陶醉之际，却被一群闯进来的彪形大汉暴打。原因竟是富婆王某用老公的信用卡花了300万购买礼物被发现。最终，经双方协商，白马会所赔偿王某丈夫200万，了结此事。次日，此事件被曝光冲上热搜，警方觉得事有蹊跷，决定好好调查一番。一天夜晚，警方做了充分的准备后，便开始行动。闯入会所后，发现一群男女正在包厢进行着不可描述之事。于是，警察将会所工作人员和包厢里的男女全部带回警局，同时将白马会所查封。经过调查后，这家上海白马会所的真面目才渐渐露出水面。白马会所隶属于诺亚方舟集团，注册名为一家餐饮公司，营业地点在写字楼旺旺大厦23楼。刚开业时，白马会所和其他商务会所一样，是一间以男性消费为主的会所，但随着新鲜感流失，会所也失去了吸引力，生意惨淡。正好此时，一位来自深圳叫 Mark 的年轻人来到会所，才让白马会所起死回生。Mark 曾在深圳经营过类似的会所，在业界也很有名气，经他亲手培养的男模多如牛毛，个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富婆。之后，白马会所经过 Mark 一番大刀阔斧整修，再次以全新面貌开张。首先，消费群体由男性变成了女性专属。其次，精准定位在那些有钱有闲、精神空虚的富婆。在装修方面也下了一番功夫，打破原有的商务风格，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又私密的包厢。在 Mark 理念里，除了高档的硬件设施外，软件上配套高颜值的男模公关才是关键。当年白马会所的招聘要求写着180公分以上男性，英俊帅气，身体健硕，口齿伶俐，能说会道，懂穿衣，会打扮。凭着奢华的装修风格和高颜值的男模，自然吸引了很多富婆前往。然而，不是每位有钱女人都能进入会所。据传闻，要成为白马会所的会员，其资产要求必须达到上千万，并要提供资产证明。会所消费更是高的离谱，花几万块只能坐吧台，大厅卡座至少要10几万，而包厢要 VIP 客户才能消费得起。还有会所的男模们也有着自己的明码标价，价格从几千到几万不等。进入会所后的每项服务都需要花钱，通常男模们都会手拿一张单，上面写明了每项服务费，而这里的每件商品都比外面价格贵几10倍。每次服务完，富婆至少要付出1000的小费。除此之外，白马会所让人迷恋的，富婆们要想参加包厢选秀，首先得成为 VIP 会员，一次花几10万开一个包厢，挑选自己喜欢的男公关，若有中意的，便按下桌子上的按钮，选中的男公关便会来到包厢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就这样，白马会所靠着新颖独特的方式，在上海会所里独树一帜，吸引着当地的富婆和众多明星前往。直到富婆为男模庆生事件发生，白马会所才悄然落幕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。白马会所的兴衰，无不在警示那些图谋不轨的商人，无论你隐藏再好，
硬件在高档，手段在吸引，只要做了违法的事，就只能遭到覆灭的命运。而对那些不劳而获、想赚快钱的年轻人们来说，靠身体走捷径，必然走入人生绝境。要知道，一时的捷径只能获得短暂的快乐，而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脚踏实地的付出。而对于那些放纵情欲的富婆们，纸醉金迷解决不了空虚无度，骄奢淫逸只会陷入另一个困局。唯有向内求，潜心学习，丰盈自己，才能走出生活的困顿，人生的迷茫。